诚意的隐藏礼物到底藏了什么？聊聊粉丝盲盒心理学。各位，今天我刷到一张图，看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没说话，就是工作室放的那张。诚意手里拿着一封信，眼神看着镜头，嘴角没笑也没不笑，整张图就那么往果园里一扔，全网果果连夜开始猜，那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，装的是什么，是不是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隐藏礼物？我先把粉丝那条原话念给你听啊。工作室发出来的图片中，诚意手里就拿了一封信，千万别是他写给果果们的啊。你品品这句话，千万别是他写给果果们的啊，这哪是不想要，这是又想要又怕嫉妒死别人。果果们这心情我太懂了。行，今天咱们就不光是猜礼物，咱们来聊聊这件事背后藏的几层东西。我会一层一层包给你看，包到最后你会发现，那封信到底装了什么，可能根本不是重点。老果果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，表面上这事特别简单。工作室搞了个粉丝福利抽奖，奖品里有隐藏礼物4个字，中奖的果果会收到，没中奖的只能干看。那个隐藏礼物到底是什么？大家再猜。候选项无非这么几个。第一个，随机代言周边，某个品牌合作的赠品，奶啊、护肤品啊、玩偶啊。这个可能性其实挺大的，因为诚意手上代言不少，工作室手里囤货也多。第二个，诚意亲签。这个粉丝原文里说了一句话，我读到差点笑出来，他的亲签还没有一箱奶来的实在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句话信息量真的大。表面像是吐槽，实际上你听啊，这是夸，这是在说诚意这个人不端着，不把自己的签名当回事儿。在饭圈里，多少艺人把亲签卖得跟黄金一样，限量发售，2级市场炒到3位数、4位数。诚意这边果果自己说还不如一箱奶实在，这是 fandom 内部那种自嘲式的甜。说白了，他们不是觉得签名不值钱，是觉得这哥们是真的在乎他们的胃，比在乎自己的签名还多。第3个候选项，手写信，这个就是粉丝最怕又最想要的那个。哎，对了，跑个题，我昨天在咖啡馆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旁边一桌2个女孩也在聊这事儿。其中一个说要是手写信我直接当传家宝，另一个说要是真的手写我宁可不中奖，免得心态崩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矛盾本身就值得一期视频。行，拉回来。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，为什么是隐藏礼物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工作室一开始就说奖品是 XXX， 比方说奖品是签名照，那这事儿到这就结束了。果果们会高兴，但只是单点的高兴。可现在工作室说隐藏礼物，这4个字一放出来，整个果园开始集体进入一种状态，猜测、讨论、推理、自我对话、发帖、做表格、列候选项、争论可能性。这就是盲盒心理学。我这么说吧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心理学那边有个大致的说法是，人对已知奖励的快感是一次性的，拿到就结束。但对未知奖励，大脑会在整个等待过程中持续保持兴奋。也就是说，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。具体术语我就不掉书袋了，懂的朋友评论区可以补充。诚意工作室，或者说诚意这边，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们没花更多的钱，没多送一份礼物，他们只是把礼物2个字换成了隐藏礼物4个字。多出来的是果果们好几天的快乐。这一步是下了一手好棋，火候刚刚好，给了你期待，但没给你答案，让你自己去补完那个想象，而想象总是比现实更甜。然后你再回头看果园那句千万别是手写信，你听懂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了吗？这不是不想要，这是太想要了。果果们怕的不是手写信，是怕自己中不到，看着别人晒手写信，那种差一点点就够到了的心情，比根本不存在手写信更难受。这种心理状态，又渴望，又害怕，又克制，又上头，它反过来恰恰证明了一件事，这个 fandom 是健康的，爱得深，但有边界，嫉妒会出现，但不会失控。
他们会自嘲，会调侃自己羡慕嫉妒恨，但他们不会去攻击中奖的人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吃瓜博主，看过的饭圈不少。说真的，这种健康度不是每个艺人的粉丝群都有的。第三层，真正高级的地方在哪？到这里，我要说一个可能会得罪某些人的观点啊。哎，不对，我换个说法。这话说重了。我不是要得罪谁，我只是想说一个我自己的判断。为什么隐藏礼物这个操作放在诚意这儿，果果们觉得是惊喜，换某些艺人来做，可能就会被吐槽营销、吊胃口，用粉丝情绪做 KPI。差别在哪？差别在信用账户。你想想诚意这些年对粉丝的互动是什么颗粒度？果园、果果这套自己起的名字，多少年没换过？叮嘱粉丝多吃饭，好好睡觉，不要花太多钱在他身上，这种话他这些年不只说过一次。他对应援的整体态度一直是那种我心领，但你们别为难自己的调调。老粉应该有印象，他这些年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，希望粉丝理性消费，别集资送贵重东西，把钱留给自己。具体哪一次哪一场我不一个个翻了，凭印象说啊，你们老粉肯定比我记得清。但这种态度的一致性是装不出来的。这种话从一个流量阶段的艺人嘴里说出来，分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隐藏礼物这个动作放在诚意身上，它不是一个独立事件，它是一个长期信用账户上的一笔利息支取。果果们之所以愿意进入猜礼物这个游戏，是因为他们相信不管隐藏的是什么，诚意这边都不会让他们失望。这是 trust。 这种 trust 在 Space 是稀缺资源。再说一个细节，原文那位粉丝写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，诚意的字太有个性了，果果们特别喜欢，但是他可能不太好意思写给果果们看。你看出来这句话的反差了吗？一个艺人可以在镜头前演爱情戏，演古装，演各种角色，从容自若，但一让他把手写字直接给粉丝看，他会不好意思。这种不好意思才是真宝藏。会演戏的人很多，会演完戏之后还会害羞，还会觉得我的字给你们看不太好意思，这种人不多。这是诚意和傅诗琪之间那个分寸感，一个是演员，一个是会害羞的人。果果们爱的是哪一个？两个都爱，但他们最珍惜的其实是会害羞的那个。第四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把这事儿放在 Space 大盘里再看一眼。最近这2年，整个行业其实在经历一个阶段，怎么说呢？流量在退潮，物料堆砌不灵了，营销号买热搜不灵了，亲签市场二手交易越炒越离谱，反而引起反感了。粉丝群体集体进入一个我累了的状态。这个判断我不是100%确定啊，凭我观察这1-2年的几个数据点说的。如果有错，评论区指正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什么是真正还有效的互动？不是更多，是更准；不是更贵，是更对；不是更炸的物料，是更 chill 的留白。诚意这次隐藏礼物4个字，本质上就是一次极简主义的粉丝运营。他没多花钱，没多发图，没多更微博，他只是在一个细节上 hold 住了分寸，给你期待，但不给你答案。这种打法，我自己把它叫做轻 IP 重情绪，说白了就是少做事，但每件事都做在情绪点上。这是我个人的总结哈，不是什么行业通用术语，你们听个意思就行。我自己的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但我倾向于认为，未来 Space 真正能走得长远的艺人，会越来越像诚意这种 level 的做法。不是不互动，是有节奏的互动；不是不给惊喜，是把惊喜留在对的时机。懂得果果会懂，这不是巧合，是策略加性格双向加持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那封信里到底装了什么？是亲签？是手写信？是机打信？是工作人员代写的？还是根本就是个烟雾弹，里面装的是某次拍戏现场的某个小物件？我现在的答案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愿意让你猜。
重要的是，在他的认知里，果果们值得一份带悬念的礼物，而不是一份明码标价的物料。这个愿意让你猜的姿态，比任何具体的礼物都贵。